大家好，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加拿大房屋产权的种类。不同于中国的房屋产权，这里的房屋产权种类比较多，名字也比较复杂。那么在加拿大进行房产投资，最好要理解房屋产权的性质，理解产权和价值的关系，这样以免遭遇损失。从种类上来说，一共分为5大类。第一类是永久产权，或者叫自由产权；第二类分契产权，或者叫共管产权；第三类租赁产权；第四类分时产权；第5类是合作业权。那么第4类和第5类在市场上很少见，今天我就不讲了。第3类的租赁产权呢，因为种类也比较多，并且有很多人对这类租赁产权的房子有一些误解，所以我会以后单独做一个话题来讲。今天我们就主要讲一下永久产权和分契产权。永久产权也叫自由产权，英文叫 Freehold Non-Strata。这个名字比较长，但其实呢，它是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土地的性质。Freehold 是相对于 leasehold 来讲， leasehold 是租赁，那么 freehold 是永久拥有。那么 strata 呢， strata 的意思是可以理解为共管， non-strata 就是非共管，那么连在一起就是 freehold non-strata 的意思，就是说永久的非共管的产权。我们通常所说的独立屋就属于这一类的产权，屋主对土地及土地上的建筑拥有完全的使用权和控制权。但是请注意啊，这里的完全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加拿大所有的房屋的使用权都是受皇家的使用权利的约束，并且受当地的土地使用规章制度的约束的。独立屋的屋主呢，对房子的屋里屋外还有绿化的养护都维修都负有责任。它的固定成本，它的持有成本呢，是每年的地税之外，还有每3个月一次会收到政府的城市账单，用来支付水费、垃圾费，还有污水处理费、扫雪费这些费用。它的隐性成本呢，就是屋主对于房屋做的日常的养护维修。第2类分契产权，或者又叫共管产权，英文是 Freehold Strata。那么公寓就是一个最好的Strata Title 的一个例子。公寓的所有主人拥有这栋楼及这栋楼所在的土地的所有权的一小部分产权，那么这些小产权又无法分割，所以大家就通过契约的方式共同拥有这部分产权。如果您购买了这样产权的房子，那么作为业主来说，他拥有自己的独立的单元内部的面积，再加上和其他业主共同拥有小区的公用面积。那么这类房子的业主只对单元内部的维修和保养负责，所有建筑外部的维修和保养，包含绿化，都是由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统一进行管理的。屋主也会每月支付一定的物业管理费。那么不同于独立屋，这类房子的屋主对房子的控制权就小了很多，大到自己套内的装修，小到是不是可以养宠物，甚至窗帘要挂什么颜色，都是要严格遵守小区的规章制度的。从持有成本上来说，业主除了交地税之外，还要交每月的物业管理费。另外呢，还有一个隐性成本，就是年代久了以后building 本身需要维修，但是维修基金内的款项又不够用，那么所有的业主就必须来分担这笔维修费用。在分契产权这种产权类型下，还有一种是从外观上很难和独立屋区别开来的，它叫 Freehold Bare Land Strata。
这一类房子看外形上看跟独立屋没有两样，我们可以区别呢，就是从它的门牌号，通常它会在大的门牌号下面有一个小号码，比如20456788 ABC Road， 通常这一类地址都属于 Bearland Strata。那这类房子的产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开发商购买了一大块土地，然后他把它分割成若干小块，出售给不同的业主，再在小区内部修建一条道路，以供各家各户出行使用。这种性质的房子，业主必须跟独立屋一样，对屋内屋外所有的维护和保养，包括绿化，都是屋主的责任。那么虽然这种房子也是有物业管理费的，但是这个费用就比公寓和townhouse 要便宜很多，因为这个费用其实只是主要就是用来维护小区的道路管理的。以上这些就是加拿大房屋产权中的永久产权和分契产权的种类。希望大家对这些有一个更清楚的认知。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给我。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